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五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超精彩蛋等超多精彩内容。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我们男生一辆车，女生一辆车。Is that fingernail? Yes. Is that yours? No. Of course not. It's my wife's. 你帮我把这一副后面的这个胶，就这个，它弄好了，就给它呲了，胶了。好，谢谢你。好。She wants me to take the glue on the inside off. I tried a lot of funky stuff after meeting my wife. She's very adventurous with She encouraged styling. Yeah. Before I just wear black. Black is everything. I'm her accessory. I 我们现在去的是维罗纳 （Verona），位置在于这个米兰跟威尼斯的中间。维罗纳出名呢，是因为它是莎士比亚写《Romeo and Juliet》这个故事的地方。我去年还演了一个那个莎士比亚的话剧，里面就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那个。哦，对，还有 Verona 是罗密欧和朱丽叶的老家吗？对，就它的原型的吧，应该是。哦，是吗？都听你的，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全都听你的。我现在学会了，刚刚都给我发消息发菜单，他说这个几个菜可以吗？我说都听你的，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哇，大力，昨晚我那么夜发短信，你们还没睡啊？对啊，刚刚都聊聊天嘛，因为确实没有时间两个人聊聊天，说实话，不然你们群里发了没有人回复，会不会觉得？哦，不会的，因为那3更半夜。我想总会回应一下吧，你们都在聊天。不是，因为那么夜了，主要就是刚好有那段时间，我就先，因为我拍了太多。我早上一看那么多微信，我说怎么还不睡呢？那时候我都睡到12点多我就睡着了。而在意大利这边，很多人就讲这个门当户对，就说这个结婚要不要门当户对？门当户对一定要跟同一个匹配的这个 standard 这个价值是吗？反正我个人觉得，结婚它不是一个绝对性的门当户对，它肯定会有一部分是相似。比如说我跟我老婆是同一个行业，对，就门当户对了。哦，我也是演员，他是演员，但你要说家庭里面，我们其实离得很远。我是在东北，他是在香港，所以他没有一个绝对性的门当户对。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他不会去讲究这些东西吧。对啊，我是跟这个人在一起，又不是跟他的家庭，或者说为了他家有什么条件，或者说在一块儿，纯粹就是为了两个人喜欢在一块儿嘛。对我听起来这种门当户对，如果是家庭选择你要跟谁在一起，然后你没有感情，但是被逼的弄，我感觉这个是一种买卖交易，它变成一个交易了。对，肯定是一方是牺牲了的，当然。这牺牲当中生活着，有可能觉得，哎，其实这个人不错，然后有可能还是能找到幸福。但是呢，这个不是通过双方自己的爱，通过认识，然后 OK， 我要决定我的全人生要跟你在一起，有别的元素来让他们绑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我是觉得这个不太好，不太认同。最重要还是价值观问题吧，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你的门当户对。没错，就是你做什么行业或者是怎么的，这个我觉得这都是不一定的。对。到底
婚姻是2个人的事情，还是2个家庭的事情？肯定是2个家庭的事情啊。我拿我自己举例子，嫁去马来西亚之后，像我这样的独生女又远嫁国外的，就不是2个家庭的事儿，是7个家庭的事儿。我们就像7个葫芦娃一样。我老公他们的这个兄弟姐妹他们一共五个兄弟姐妹，所以呢，加上他们现在还是除了我们，其他的4个兄弟姐妹还是跟我的婆婆一起住的。独生子女远嫁国外，对我来讲唯一的选择就是把父母接去马来西亚跟我们一起住，所以变成是5加2嘛，就7个家庭的结合。所以我觉得是双方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外国家庭会认为是我跟东尼的是吧？但是呢，我进入一个中国家庭呢，外国人会比较更自由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觉得在中国比较也是家庭的事情。但是你要是在西方，就是父母也不管你了，是18岁把你踢出去了，也不帮你带孩子，不帮你自己带。对呀。对，因为我们在美国，那个生 Lucky 的时候，就有看到很多妈妈是属于，比如说一个孩子生病了，妈妈就得带这个孩子和其他的3个孩子、4个孩子全部一起来，但只有其中1个孩子生病，我们就担心说，你不怕其他的3个小孩就被传染了吗？他没办法，就1个人带，那我还能把他放在家里，全带了。就1个人带4个，我说我们这边是4个带1个，对吧？我们是搬出来住了，因为我嫁出去嘛，那我肯定是跟我嫁给吴静，我就跟他父母住嘛，对吧？嫁出去，家里5个兄弟姐妹，我是唯一一个搬出来住的，就好像我妈跟我弟妹全部住在一个院子里面，什么团圆饭的，每天在吃团圆饭，所以你理解吗？我本来的一个概念当中，我觉得结婚是2个人决定的，但是我老婆呢是跟完全相反的，她就觉得结婚是家庭的，所以也有很多的妈妈的意见。所以自从我们谈恋爱到结婚到现在，有她妈妈一直跟我们住着，而且我们的计划也是一直就是在一起的。我非常感恩和珍惜她在，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是有点不公平。她已经养过1次孩子，已经走过这个旅程，但她又需要照顾你们的孩子，牺牲她的时间和照顾我们，所以我们也会尽量跟她说，你可以去找朋友去旅行什么的，但她也是很负责任的，就是一直照顾好孩子，然后所有的孩子的饭都是亲自下手做的，所以对于我们出来工作来说是非常放心的这个部分。真的，其实母亲，我觉得之前我还跟我妈聊过一次，就是也许我刚刚结婚的时候，我妈就觉得自己没有用了，她就觉得她想在这里边还有她在的价值。你需要我帮忙吗？你需要我帮你做饭吗？你需要我怎么样吗？她还想听到说，想听到儿子说那个妈，我想要干嘛？妈，你能帮我干嘛吗？妈，有人依赖自己的那种。对，我一直都跟你说，你们有你们的生活，你怎么开心怎么来。你要想我们，你随时过来，我们想你，我们随时过去。对对对。然后我妈现在就是很开心，就有时候旅游呢，真的自己开个车去旅游玩，2个人带个小狗完了去玩，就很开心的一个状态。对，我也是觉得，因为我在想，如果我老了，然后我女儿和儿子长大，我不想要又在对我肯定不会在孩子家里边，我肯定出去对的去旅游。我已经养过你们俩，要我养你们的孩子，这太不公平了。你们感情里面遇到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我觉得我跟庚最大的困难是作息，就是不在一条线上。那你们怎么现在也不在？也不在，就是他是喜欢很晚睡觉的，然后我是喜欢很早睡觉的。但是问题是，我是那种就是有光有声音我都睡不着的人。特别懂，因为
对我们来讲，那个有一点点声音，你就会让你醒，而你醒来之后，你很难再睡回去。对，就是有一些专家说，其实夫妻分开睡是对夫妻好的。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我有朋友就是夫妻分开睡的，他们一直都分开睡。哦，是吗？其实睡眠质量不好的时候，首先会影响荷尔蒙，嗯，然后会影响你一天的心情，所以对婚姻关系其实没那么好。但是呢，我也看到专家说，如果是分开睡的话，理想的状态，这个我觉得是很难达到的。就是睡觉之前要连接，比如说你是我老公，你来我房间，我们抱一下什么的。那明白。然后第二天早上谁先醒了就去做自己的事情，但是第二个人醒了就要给第一个人说，就是我醒了，然后两个人就要在房间里面再连接，就说早上好，宝贝好什么的，然后给你拿点吃的或者是咖啡，然后才开始他们的一天。明白。如果说会相互打扰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对。我刚到马来西亚的时候，他的房间的温度是17度。你知道外面多热吗？然后一进去房间，哇，我就觉得好像冬天一样。要感冒了。然后我睡觉的时候，我就要穿袜子，然后我就要求盖2床被子。他觉得都为什么要盖被子？他是盖那个毯子，他就觉得太夸张，我盖2床被子。后来我就跟他讲我特别冷，然后他就慢慢的从17度调到了19度。哦，也还是冷啊。然后经过20年的这个认识的时间，我终于把那个17度争取到了现在的23度，争取到的20年的时间争取提升了5度，所以现在我就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就是2个人就互相迁就嘛，我也迁就了20年了。你为对方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上这个节目啊。其实我自己喜欢这个节目，我没机会认识那么长时间认识女性的朋友，我就觉得来这样的节目蛮好玩的。对。结果他们说这次不一样了，这一季要老公和老婆一起来。然后他一听说这个，他说：“哎，那我觉得很有意义啊。”我觉得他就是有那种热情，就是要接待大家，你肯定感觉得到的。然后我觉得，那我肯定不会带他来，因为他是中文不好。好，不。他的脸让你觉得他中文好，其实他中文不好的，他很多东西不明白，然后我就怕他讲错话，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公众的一个节目，就是你有很多不可预估的事情。然后我婆婆很好笑，她就跟我老公讲，她说：“你以后还是不要参加这样的节目，因为你是做企业的嘛，希望你不要这次去了以后。”就很喜欢当艺人的感觉，以后不管公司，就想去入行做艺人了。他心里边也会比较担心，因为公司所有的员工说：“哦，老板去录，我们要去看这个节目。”然后他就怕他的形象毁掉了。我们就还是来了。谢谢我的婆婆，可以让我的老公允许他这么任性的出来玩一趟，出来当一下艺人。我承诺不会再让他继续，希望我的婆婆别担心，她不会想当艺人的。昨天他们聊姐夫的工作，我老公说他哭了。哦，是吗？因为让他想起他的就是最好的一个兄弟发小，他参加他的葬礼的时候就觉得太仓促、太潦草了，对吗？我爸就是我一辈子就见过我爸发一次脾气，就是我妈妈走了之后，在葬礼里面，我爸就疯掉。
他是做微创手术的专家。微创手术需要的是我们叫这个大体是叫 fresh， 就是新鲜的。然后他来找我说，他们要开始这个，然后呢，这整个叫什么呢？工作坊是希望马来西亚的医学生有真正的可以接触到大体来去，要不然有大体也是已经腐烂了，用不了的。更何况你要做你要教微创手术的话，你需要那大体是属于新鲜的。对，我们是这样的，8个小时内我们就把它拉回到我们那边，放在冰柜里面。那冰柜是-25度赶紧冻起来。工作坊的时候把它解冻，解完以后呢，这个大体可以用大概6天。这个6天呢，来自不同样的国家的那些教授啊，他们都会来，因为有一部分他们是拿来做研究的。然后医学生呢，就有一个完整的大体去学习。然后呢，我们赞助了10几年了。把大体捐出来，为了医学研究，我要捐。第一个说 no， 我妈；第二个是 no， 我老婆。所以我一直还跟他们讲这个东西，我讲我去推动我自己不捐，你说那你怎么可能？反正他们还是。我是把我身体全部签了，我的器官，这整个 body donor， 我其实走了以后，我是伟大的人。但是我爸特别不同意，然后我老婆也不是很喜欢。这个我跟你讲，包括我妈现在还是觉得，不应该这样做。以前传统的一些东西，传统的那种，我不是想留下来的，因为你能怎么样？他有他的迷信，他有他的信仰，那你对吗？是的。到喽。哦，好漂亮啊！Romeo, wherefore art thou, Romeo? Romeo， 没有，刚刚我那车上说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我就在想，我就说门当户对对吗？对，我们也聊了这个。那你觉得呢？我觉得以前可能存在这个，但现在不存在门当户对的这个事儿。其实也存在，这东西不是门当户对嘛？明白。它是差了很大的一个，就家族之间是有落差的嘛，就是。所以这个我觉得实际操作起来其实是非常有难度的。如果是价值观和这一方面的，我觉得是会有，但对，你们俩的婚姻结合是我们生意的产物嘛？对，我以为门当户对是这个，以前是这个，我就说现在就不是这个。这个如果已经是走到了互相的爱上了的一个阶段了，那还会有这个门当户对吗？我觉得。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浪漫就浪漫在他们还没有进展到婚姻阶段，对吧？他们两个在相遇的时候是很年轻的呀。就是如果他俩两家有世仇，咱们能不能把社交圈打开？不要这样想他就是你的宿命姻缘了，他就是你的唯一了，真爱了。不要禁锢这种，我就不要禁锢这种想法。你就再看一看，你才看到哪儿，你才哪儿到哪儿嘛。你才看见几个人，你就说那这个人是我的唯一，哪有那么那个？哇，这个好漂亮啊！这个，你看这边的建筑都很好看。你看这个城墙，好漂亮，这一定是个特别古的时候的。我们到了吗？走吧，我们吃饭了。Hi, bonjour. Ben arrivati, welcome. Hi. Buongiorno. Wow. That's your table. It's beautiful.
哇，这个好美啊！哇，它像一个花的世界。Thank you. Oh, that looks good. 哇，饿了。哇！哇，它真的超级好吃。这个好像是叫 endives, right? This is called an endive, endive. How do you say this? 你们吃过吗？呀，但是好像我们不吃这个头，我们是吃那个叶。啊，中文叫什么？苦苣菜。这边的那蔬菜跟我们平常的不一样。昨天我们去超市也看了一个番茄，长得也很奇怪，不是圆的，就是它是有像洋葱和番茄的混血。我很多的蔬菜和这些名字都不知道。我去超市，我要帮我丈母娘买菜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名字，但是我不知道上海青和他想要的菠菜，我不知道他的长相是什么样，所以我就只能去超市的那个工作人员。我小时候特别偏食，我完全不吃蔬菜。那你爸爸妈妈是不是都不喜欢吃蔬菜？那也不是，就是我偏食的时候，他们就是让我这么做，就是没有刻意硬让我吃，所以我就是对。我觉得这跟妈妈怀孕的时候吃的东西也有关系，因为我孩子特别喜欢喝蔬菜汁，因为我怀他的时候经常吃。因为我们两个，她怀孕2次，截然不同。她喜欢吃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不一样。你怀孕的时候，很大。你想吃的东西没让你吃，说不好，你会委屈哭吗？会啊。但是其实怀孕不能吃，也无非就是生的嘛，其他应该都可以吧。但因为我那个医生特别控制我的体重，控制他体重，其实控制是很好的。他很棒，就是因为我生孩子的时候，我做了很多一些功课嘛，我就听说如果打催产素会很疼，我就跟他说，就是我不想要。然后我们那个医生进来，他都就是不用问过我，他说我老婆不要，因为我想尽量就是自然的。这也是你们生之前已经有充分的沟通，所以他很清楚你有什么想要的，明白。然后也跟他说，我说我要是脾气不好，或像你那个就是发泄那个发泄气，提前打个预防针啊。对，就你要让我感觉到浪漫，让我感觉到就是很关爱，这样就没那么疼。的确，预防比治疗要轻松一些。但是生孩子那段时间，真的，我觉得他是全世界最好的老公，就是我对他的就是评分就是高的没法再高，6星好评是吧？真的，对，太好了，太好了。所以工资涨了点啊。工资涨了。大家想喝什么呀？来个白葡萄酒什么的。在意大利吃完饭，如果不是喝 espresso， 比如说你喝个拿铁或 cappuccino， 是不文明的。会觉得说，你这太业余了。比如说，我有一个英国的朋友来香港，然后我们一起跟我家里人吃点心，然后他就拿着茶杯当碗，就因为他不知道嘛。我觉得是有点像这种。成都人吃火锅的时候，如果拿那种麻酱腰蘸，就会觉得啊，是这种业余，对吧？非常非常。哇！哎！耶！这个叫什么 ？Grado。Correcto。Now Sergio the magician, vai. 魔术师 Sergio 会给我们。这有点像成都的那种茶的那种。那我这就到时候成都必须安排一个那个，成都也有这个。Corretto, grazie. 这是谁？对吧？这是要加在里面的。这咖啡 espresso。这是咖啡啊。对，你要放进去。And the last one, vai mio amico, e voilà. Then you can sing after the grappa. Yes.
Grazie。它已经放了。哦，它已经够浓了哇，浓炸了。那这个糖不放吗？我觉得可以放。真的吗？哦，我不明白。非常不好喝。好喝吗？我非常不理解。加了糖还可以。是吗？对。有点那个带着酒味的巧克力的那种感觉。哦，那可能我是因为我不喜欢那种带酒的巧克力。哦，我喜欢。你是要放糖好点吗？对，我相信你的，因为昨天你给我做的很好喝的。是不是啊？啊，谢谢七哥。不用谢。我昨天有叫你七哥。可以，没问题，叫什么都行。因为在国外叫名字比较亲切。哦，对，真的是加个姐哥。哦，就觉得疏远了，对不对？对，就是不熟悉就会加这些。他也是这样的，经常他会直呼那种就是他的前辈，就是比如说 Frank， 我们怎么样我都觉得应该叫 Frank 哥。对，我们就是这样的，没有哥弟没有的。Hi Frank， 人并不是没有礼貌，就是亲切感，都是这样。我爸就让他叫他名字，肯定也改了一阵的嘛。最后我还是没叫出来，最后我就算了，我就叫戴笠吧。然后我爸就叫他 Honey。Yeah，Honey Han。他叫 Honey。Honey Han。刚刚在车上问了，男人能教出来吗？你认为？然后你有什么御夫术？对，然后呢，阿诺就说，他说因为是他娶的你。所以应该问你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抛给你了。我觉得首先不是用“欲”这个词，我觉得是一个平等的关系。就比方说，跟骑马是一样的，是一个尊重的一个关系。首先，在那个两个人感情中，我觉得尊重是很重要的。你只有尊重他，他才会尊重你，不能有这个天平的一个失衡。我很在乎他的一个感受，所以说在任何的事情上面，我都会问他，你感觉这件事情怎么样？我刚想举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比方说像骑马是一样，马虽然是种动物，但是人在骑它之前会给它梳毛，给它弄蹄子，弄什么，会非常在乎这个动物的感受。但我不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啊，只是一个形容，就是彼此相尊重的一种。还有就是能在帮助的时候，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一定是尽全力去帮他。看他需要什么时候需要帮助的，你一定是默默站在他身边。让他知道我需要他，就有很多时候的话，比方说就是说，在你脆弱的时候，你要感觉你是很需要他，他能给你力量，就让他感觉到他是有能量的一个人，被需要的，他是被需要的那个人。但凡是只要他提出来的，我尽力去满足他，无条件的去支持他，在我能力范围内。成长了。所以马这个事你们能听明白吗？就我想表达那个就不听了，没有这个事儿，不恰当。不恰当。好嘞，我们要走了，因为今天要去机场。走。Grazie mille。这边。OK。Bonjour。 Bonjour. Comment allez-vous, monsieur? 哇，这么长。ça va？ 哎。来，一起，来。1, 2, 3。哦 un vrai français. 还数1、2、3呢，嘿。Omelette du fromage. comme ci comme ça。多了他就听不懂了。也听不懂。那你会做吗？不。哇，阿诺真的是学会了哈。阿诺真会了。可以。阿诺昨天说我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我说我发现了。对，就点我了，就是。对不起。没有关系，我非常喜欢你的幽默。为什么会不行？我必须学会的。很简单。又来了，嘚瑟第3条。对。第4条了。Signor。我一定要学会呢，阿诺。就是不能让他嘚瑟起来，我让他打压。你那把鸽子，你怎么做一个鸽子？鸽子的声音。 Pigeon。对。对啊。不会啊。
不会啊。这个完全是那种就是人说哦，这么简单你都不会吗？那是不是很牙签，相当牙签。哎，那你会说这个法语的 R 吗？哪个？Bonjour， Bonjour， 有点像，有一点。我会这个我会。Bonjour， Bonjour， 你有点就是对你做的很好，丽丽也很会做的。哦，Bonjour。对，哎哦，我今天想到，我终于想到，哎，我们刚刚在问说，我们感情上最大的阻碍是什么？我终于想到了，我们没有办法一起看除了英文和中文一起的其他国度的影片。哦，哎，是不是啊？韩语，韩国的可以看。对，韩语还可以。哦，你懂韩语的七哥？法不懂啊？我懂啊。还看字幕？他懂了，当然懂了，当然懂了。除了《妻子的浪漫旅行》，我觉得还有几个综艺是很值得看的，《女子推理社》。是的，是的，这种我很喜欢。对，哥哥姐姐啊这些。OK， 走喽。但是他说话有点阴阳怪气。哦，没有，我在说我要去试一个戏嘛。哦。我7号要试戏呢，我在想怎么塑造那个角色。给我讲讲，我帮你出招。哎，其实他可以试一下。因为 Nathan 很 ABC。他拍戏吗？拍戏是吧？也拍他。你要试一个美国的戏吗？因为都找亚洲演员。美剧啊。我给你推呗。在香港那边。在香港拍。你还挺适合讲英语哦。可以看一下本子。这蛮好的嘛。It's good, it's a good script. 本子不错。 It is. Hulu 的。哦。It's Hulu. Sure. 试试，可以试试。可以试试看。Can you send me a photo of you that's very like American casting photo? Do you know what I mean? I don't think I have any photos. 你问一下张美祥，应该有简介吧？我是不是？跟梅琪要一个。梅琪，我这边那个珊珊有一个美剧要给推荐一下。我们有像美剧的这种 casting 的照片，我最近的还有一些简单的个人资料类的，我们可以整理发给我吗 ？Thank you. No, no worries. 大力，你现在是自己公司吗？还是？我一开始我就我自己。哦。我就一直是我自己工作室。哦，都是你自己工作室。哦，了解。对，所以我一直没有签公司。那就是你自己就是自己老板嘛？可以这么说吧，但我有大经纪人嘛。就我们也等于是合伙关系吧。对。因为什么没有签公司？我觉得我还是渴望稍微自由或者自己主导权一点。那当然，相应的你可能资源各方面就会差很多嘛。但是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在娱乐圈或者说什么，其实我也没有把自己说完全定义为一个艺人或演员这种。因为我不是说像科班啊，我本来就要吃这条路吃这口饭的。就真的叫半路出家，命运安排让你走上这条路。而走着到现在了。那关键还自己还蛮喜欢的，就其实我的性格我还是蛮喜欢在台前啊，去秀啊，去表达啊。我还蛮喜欢的，就是。最重要是喜欢。哎呀，静姐，你这就像我们那个时候，就像我那个时候的这种路径啊，其实是很难去再复制出来的。其实当时我不是那个击剑运动员嘛，然后当时微博不是很火嘛，然后就是因为一条那个热搜叫击剑队颜值上那个热搜，然后本来玩微博就那个账号被扒出来了，账号扒出来以后你就有粉丝了，后面的故事就顺着一步，因为都是这事情你说怎么说，对吧？很多时候，然后后面，其实我觉得，就后面你拍了戏以后，你做了演员以后，你就会觉得这其实是一门很专业、很体系的一个东西，不是说真的是谁拉上去都能演啊什么的，这称之不为演员，称之不了演员。我觉得演员还是有门槛，就是得，对，
演员肯定是有门槛的。对，但是你看，很多时候就你要对这个作品啊，对各方面要负责嘛，是吧？那现在慢慢这2年，我感觉更好像大家作品啊、选演员啊，好像更规范，然后更会挑选一些适合他的那个，也越来越好。它就时代，这个时代，每个时代不一样。走吧。这边进。来这边哦。来。Welcome to Paris. Welcome Paris。妈妈。什么东西？妈妈是怎么回事啊？我的孩子。阿莲，妈妈是怎么回事？你这个不行。妈妈就来了。我赶紧给我们的司机打个电话，跟他说一下我们到了哈。你学会了吗？法语吗？睡觉啊，没有。这样教你呢？来做功课。很多。还好，反正我把所有的什么餐厅这些全部都给他们，就是先丢过去，看能不能拍，然后我再问大家想吃什么，这样。哦，我跟你讲，我就刚好会去比利时，我都不要吃。其实我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中国人了。你开始想中国了是不是？其实意大利菜我还是可以，很喜欢。欧洲菜就是比法国。中国菜你最喜欢吃什么菜？东尼做的菜。大家到齐了吗？阿诺天天说一些真的让我没有办法回答的话。那个不用回中国也是可以在这儿吃的。对，对吗？那你何必想中国？对啊，我就需要一个动力就可以了。好害怕。好恶心的这种人。你也知道哈。好恶心的这种人。所以说李承铉是戚薇脑，阿诺是董力脑。做的哪道菜？我说是不想跟你讲话。做的。我说哎，那董力就在你，其实不用想中国啊，他在哪都能做菜是吧？然后他说的是什么？他又说了个什么？他说就董力在哪就好。我说你真是董力脑，是有点吐啊，这玩意儿。是吧？是。我就是这样一步步被阿诺推入深渊。董力脑。好恶心的这种人。怎么是把你推入深渊呢？你只开玩笑，就让我在爱里无法自拔，沉溺。你是在蜜罐里迷失了，我就迷失了，你知道吗？哦，这里，你好，哎 ，hello， OK， 你好，大家这边走，请跟上我们的步伐。哦，又是这种啊。这种很难装的呀！我的天哪，炫哥你也力气太大了。你看他的 muscle 吗？哦，对，他是练的。哎呀 ，muscle man， 练家子。姐夫说你老公是 muscle man。Oh my god，a little bit muscle。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请他帮忙在我们的房卡上面编号1234，谢谢你阿诺，么么哒，不要太想我哟。打电话，你刚才说那一大堆，他啥也没听着。没有关系，根哥你听见了是吧？那你帮我转达一下，谢谢你。一模一样的哦。好的，知道了哈，要一模一样哦，不是那种就整个都是一样。绝对没有办法模仿像。肯定不会的。我们在那个山里就喊话，也是就大家都有点腼腆。你喊的是什么东西啊？我真的是服气，嫁给你真是我的福气，真的是。你怎么会喊这种？大哥喊的什么？大哥喊话喊的什么？什么时候？喊话，刀锋山那个。他根本没喊，应该。哦，对，你喊了吗，老公？有喊。你喊啥了？我喊
我发誓从今以后我不再催你了，从今以后我不再催你了。那你今天还催，刚才又催。我哪有催你啊？今天上一秒刚刚才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在那里，对吗？我们要抓阄，他就在车那边就进。静姐，等一下，抽签，你不要那么着急嘛。抽房间。哦，抽房间。请你在我们这个频道。大哥一说完这个，我们都说我们不相信，不相信。没有，我以为大家都开始，我并不是催你。他没有催，他让大家静，就是静，没有在催你。谢谢你，这个谢谢你。别说话，别说话。都是法语哦。今天有什么想喝的吗？奶，饮料啊，我们点的水啊、饮料啊、奶啊之类的。点去我们的民宿吗？对，直接点过去。它是有一个便利超市，是凌晨4点半关门，现在可以点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到了酒店已经有喝的都在，这样我们回房间，包括明天早上起来大家化妆的时候都有什么酸奶啊或者牛奶啊。太好了，很周到啊，对吧？我觉得这成都的导游要完蛋，难度系数太高了，幸亏大家第一站就搞了。越来越厉害。哇塞，真的是。不会是你们给我们打了个好样啊？就是因为你们在前面当的太好了。开头难，后面就一顺百顺了。